小米手環系列和紅米手表系列一直是小米智能穿戴的明星产品，而這一代它们更是集大成。10 Pro 和紅米手表6的功能都非常的強，幾乎沒有啥缺點，流暢性和可玩性都拉滿了，但售價還是會有一定差距。也有很多小伙伴問我在糾結到底應該選哪個，那麼本期視頻就給大家詳細對比這兩款米系智能穿戴設備，看看你會更加傾向於哪一款。那我是雲飛，咱們這就開始。首先，它們倆看起來都是傾向於手表類的產品，特別是小米手環10 Pro， 名字裡面還是手環，但整體的這個形態已經是非常接近一塊小手表了。它是 1.74 英寸的 AMOLED 的屏幕，紅米手表6是 2.07 英寸。厚度方面，因為紅米手表它這個屏幕更大嘛，所以看起來似乎是它更薄一點，但實際上10 Pro 其實是更薄一點，它會薄個 0.2 毫米左右。然後在整體的這個設計上，小米手環10 Pro 機身它是沒有一個按鈕的，全部是依靠這個觸摸來進行操作，而紅米手表6它就是手表的一個設計，有一個可以旋轉也可以按下的表冠，旁邊還額外有一個功能按鈕，而底部的設計它們是基本一致的，充電器通用，都是2點式觸點充電，傳感器的樣式也基本一致，而表帶也是一樣，也是通用的。但是紅米手表6側面它還會有一個扬声器，以上就是它們二者在外觀上的一個不同。在重量上，小米手環10 Pro 標準版的這個機身大概是21.6克，陶瓷版就比如說我們這個會稍微重一點點，然後紅米手表6的機身是31克，但光是以上這些差別，其實並不足以讓紅米手表6貴出個200塊。它們的這個內裡，也就是 APP 方面和系統方面，才是有更大的不同，這也是更能夠區分二者產品檔位的一個地方。按照官方價格來看，紅米手表6的價格是599元，小米手環10 Pro 的官方價格是399元，兩款產品差了200塊錢，這也是很多人糾結的地方。不過價格這一塊大家不用擔心，任何價格上的顧慮上拼多多都能給你整明白。現在七夕節大促，為了賺流量推出數碼專場1元秒殺活動，1元就可以秒殺到我手裡的這個紅米手表6的活動。平時官網買紅米手表6要599元，現在1塊錢就有機會搶，我也給大家爭取到了2000個粉絲福利優先搶名額，活動鏈接已經放在視頻下方了，評論區也置頂了藍色鏈接，大家可以點擊鏈接進去參加活動。從我這邊鏈接進去，還有數碼專場大額直減優惠券，想入很久的設備知識都可以入手。七夕節不知道送什麼禮物的朋友，狠狠衝！好。活動信息就先說到這裡，我們繼續往下看它們的操作和功能。基礎的操作它們是基本一致的，都是小米手表的邏輯，但不同的是，手環10 Pro 左右兩側是可以滑動的，一邊是控制中心，一邊是健康卡片，而紅米手表6則是把控制中心綁定在了這顆單獨的按鈕上。而設備的功能上，一樣的功能我這裡就不單獨拿出來詳細的說，像心率、血氧、睡眠、大部分運動它都是一樣的，我們主要講它們的不同，一些相同的細節我們就快速的過一下。两款它們都有 NFC， 除了日常的支付還有交通卡，當然它們也都可以開通對應汽車的 NFC 卡片鑰匙，比如說比亞迪的 NFC 和這個小米汽車的 NFC， 這個都是挺方便的。另外它們也都有獨立的這個 GPS 定位，像跑步騎行的時候就不用一直依賴手機，150多種的這個運動模式也都覆蓋了。這兩款也都支持藍牙心率廣播，可以把這個實時心率傳給自行車碼表或者說其他的第三方運動 APP， 這對於經常運動人來說會非常實用。日常的功能上，這兩款也都有錄音機、米家聯動和手機相機遙控快門。錄音機錄完之後可以上傳到手機，米家聯動則可以根據睡眠、起床、充電這些狀態去觸發家裡的這些設備，都很實用。如果你是小米、蘋果雙機用戶的話，通過小米互聯互通的這個功能，也可以同時接收2部手機的這個通知。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講不同的點。小米手環10 Pro 是前段時間發布的，它在睡眠裡面是支持了 HRV 的一個檢測。這對於我們了解自身的這個身體需求情況，它是會有一定的幫助。但這麼小的一個設備，它給出的這個參考範圍就會相對來說會寬泛一點。再一個就是在運動裡面，10 Pro 是支持了騎行模式，它在手機的 APP 上面會顯示，就有點像騎行時候的這個碼表。然後在跑步方面，它也有專門的這個跑道模式，標準的400米的跑道也可以進行校準。平時在車上跑步，距離數據它會更有針對性一些。而其他方面就是小米手表系列裡面的這個手勢控制，它可以用2種手勢來控制設備，我們可以自己設定一些功能，搭配起來還是很好用的。而紅米手表6因為有獨立的這個揚聲器，所以它有更多實用的功能，這是二者最明顯的區別之一。紅米手表6可以把音樂下載到手表裡面，然
後直接使用手錶來播放。當然，你也可以连接自己的蓝牙耳機，在跑步運動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携带手機 GPS 和跑步聽音樂，它都能夠解決，這不就美滋滋嘛？另外，在連接手機之後，它也可以直接使用手錶來接聽電話、撥打電話，微信也可以直接登錄手錶榜，也可以看到具體的这個聊天信息以及圖片。当然也可以进行一些簡單的回復，它還有一個複按鍵，連續按3下可以呼出緊急聯繫人。平時遇到突發情況，它會更加方便一些。而其他方面，它也有對講機的 APP 可以和小夥伴組隊聊天。現在這個 APP 它也更新了這個大模型的聊天模式，所以紅米手錶6在這一塊上會使用的很多，都是日常會用到的東西啊。另外，小米手環和紅米手錶都有一個隱藏的功能，就是都可以安裝第三方的資源，不管是錶盤應用還是遊戲，都可以安裝使用。這塊我也專門出過視頻，大家可以去看。這兩款手錶在這方面都是可以折騰的。非要說的話，就是紅米手錶6因為屏幕更大，所以在操作遊戲上以及畫面的展現上，它會更好一些。而續航方面，這二者都不需要操心。小米的這兩款設備都有很強的續航能力，正常全開使用，基本上都會有1周左右的續航。所以在我看來，小米手環10 Pro 和紅米手錶6雖然都是小米的可穿戴系列，但從功能上你就可以看得出來，小米手環10 Pro 更適合在意輕薄小巧，不想要屏幕太大，但又受不了普通手環屏幕太小的朋友，平時也會比較在意佩戴舒適度，但是主力使用還是會更加傾向於手機。而紅米手錶6就適合那些需要實用功能的朋友，它有更大的屏幕，有揚聲器，然後也可以接打電話，可以播放音樂，連接藍牙耳機，使用微信和對講機，日常可玩性確實會更高。而且講真的，這個大屏幕的質感也確實很不錯。如果你是更加傾向於手錶形態的用戶，那麼我會更加推薦它。所以你會選擇哪一款呢？是什麼原因嘞？發在彈幕或者評論區裡面分享出來吧，這會幫助到更多的喜歡這兩款智能穿戴設備的朋友。那麼以上就是這期的小米手環10 Pro 對比紅米手錶6的詳細分享了。如果對你有幫助，也歡迎點讚收藏支持一下。那麼他們也有單獨的詳細分享，你們也可以去看，就在這兒。那麼我是雲飛，保持思考，那咱下期視頻再見。